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今天要介绍炫钢 TG6N RGB 这一款机壳。那很感谢炫钢寄给我这个机壳给大家介绍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这一款机壳它的包装是白色瓦楞纸箱，伸出的时候双手伸向内侧中央，可以摸到凹槽，抓着凹槽轻轻往上拉即可取出，它不会很紧。然后接着你可以看到机壳装在布织袋中，取出就可以看到本体。里头有彩色的说明书，螺丝等重要零件都有不同的颜色区分。最后介绍机壳内建的8port RGB 控制器，可以透过上面的按钮切换，或者是跟随着主机板控制也可以。这款机壳内建了4个 ARGB 3pin的风扇，那没有 PWM 的 control， 所以届时风扇记得风扇转速要改成电压的控制。那厂商很贴心的送了3个大4pin转3pin的接口，代表你家超过15年以上的电脑也是可以安装的。那这款机壳它是前3后1的配置，那是标准的正压差架构，有细密的透气网孔。那侧面的滤网可以徒手的插拔，前面板没有线材，可以放心的移除。散热部分买到这个机壳，其实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啦，因为像我这种习惯组 ITS 的人来说，ATS 都是超级通风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它的基本规格。前面板有3个 USB 3.0与2个 USB 2.0语音线接口，那它没有 USB Type C。显卡最高支援到40公分，那 PCIe 6+2pin 的走线口，电源该有的都有。那 CPU 的散热器最高高度是167mm，那猫头鹰低速也没有问题。电源的话，它的最大长度是20.5公分，那底部有吸震泡棉。前置的水冷排最大高度有52mm，只支援前置的水冷排。那它有2.5寸硬碟，可以最多装4个，2个是在玻璃面板内侧。那3.5寸最多3个，零件包也放在这个硬碟夹里头。那接下来介绍一下安装的硬体。那主机板是 G370 的平台，那处理器是8700，对应 G370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差不多。那记忆体是金士顿3200 16G 走双通道。散热的部分就是 NZXT X53，那来拍一下产品的特效。对，我又把 M-Series 拆下来了。那显卡是 RX 460的这张备用的量机卡。那硬碟会用三星的2.5寸 1T 的 SSD 与 WD 1T 的3.5寸机械碟来做安装的动作，加上 RGB 控制盒与水冷。这台电脑有4个 SATA， 那考验了离线一些能力。但注意安装的时候，2.5寸硬碟盘是金属的，小心刮伤烤漆。那接下来跳到组装的部分。那它的侧面板其实还蛮沉的吼，那官方有说明这个是没有打孔的安全强化玻璃侧板，但还是建议大家开这种玻璃的时候，还是面板朝上，避免侧压与边角的受力。那电源供应器之前留着全焊750瓦的电源，那这边说明一下离线的状态。那 CPU 就是4+4pin 从背板绕上去，连同水冷 SATA USB 延长线，CPU 的风扇都一起走背板。那24pin 从挡板出去，然后连同显卡的电源与 USB 3.0的线一起走。那水冷的安装上，因为 ARGB 的线实在是非常的多，要小心不要压到。那前面提到4个 SATA 线很多，所以在3.5寸硬碟最后装会比较好理线。那关于前置冷排废热问题，我想说的是，其实现在高阶 GPU 的废热已经是比 CPU 还要多很多的，所以你的机壳基本上只要本身的排风做好，其实显卡温度就不用太担心。那接下来是相机的灯效展示。以上是这一次炫钢 TG6N 的开箱组装的介绍。那这款机壳如同它的外观一样，是走一个相对稳重的一个布局。
设计上360冷排、滤网的替换、玻璃侧透，它该有的都有。那一体支援性 ATS 机壳本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加上大4 pin 的转接线与 ARGB 的电路板，那它很适合比较老的电脑组装。当然，如果风扇去用 PWM 扇，当然是更好啦。但因为2500块的机壳来说，它的这个 ARGB 的控制板本来就有一定的成本了。那如果像 PWM 的话，那它价格一定会更高。那像是猫头鹰1225这种风扇，光一颗就快1000块了，整台猫头鹰都比这个机壳还要贵了。那就这样吧。那我是觉得它可以再出一个精英版的，那价格低一点，然后风扇少一点，这或许也是另外一个产品线可以选择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分享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